巴菲特投資可樂公司就賺超過1700%，贏咗成227億。金融大鱷索羅斯一次做空咧就賺到成10億。Bill Ackman 用咗3個月做空美國國債就賺咗成2億。哇！睇住咁多人賺大錢，點會有人忍到唔入場玩翻2手呢？但係作為一個喺美股同埋債市做咗成10年嘢嘅前 banker，好坦白咁樣同你講，要做有錢人其實係唔可以靠投資嘅。而事實就係，股神巴菲特喺佢創立呢個巴郡買入可口可樂股票之前，早就已經財務自由啦。成為有錢人唔可以靠投資，因為首先你要有本金去投資先得。就算俾你買中 Tesla、Nvidia， 以佢哋最高嘅1年回報，如果你抌1萬蚊落去 ，Tesla 1年升700%，Nvidia 1年升300%，哈哈，講 percentage 梗係好威啦。但係如果你本少，賺埋都唔夠錢俾你去退休啦。如果你買美股大盤嘅 S&P 500指數，長期嘅平均回報率咧係大約9.9%，即係話如果你投資1萬蚊，每年計翻呢個9.9% 嘅回報率，即係話你大約要74年咧先可以儲到1000萬嘅港紙。亦即係話，就算你由15歲開始投資嘅話，都要等到89歲啊，先可以成為呢個千萬富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俾自己得10年嘅時間就話要退休嘅話，要將1萬蚊變成1000萬，每年嘅回報率咧需要有成100%。如果你要追求一個超高嘅回報率，即係意味住你都承擔一個超高嘅風險啦。成100% 嘅年回報嘅公司，可能你要投資一啲高成長型嘅創業公司 startup， 或者你係有一個極好嘅眼光加埋好彩，但係呢類型嘅公司可唔可以成功嘅機率咧，通常都係非常之難預測。基本上冇人可以長期時時都會揾到一隻咧不斷咁樣升嘅股票。就算傳奇嘅投資者 Peter Lynch 嘅長期年回報咧都係29%，股神巴菲特就係20%。咁嘅回報率，全世界已經起晒身鞠躬拍手啦。另外現實啲講句，人其實喺投資上面咧係非常之差。喺過去15年以嚟，試圖去捕捉市場走勢嘅主動型大型基金裏面，佢哋90%嘅回報都跑輸晒 S&P 500嘅大盤指數。呢啲 so call 嘅最專業嘅基金經理做埋咁多分析報告，但係回報咧都冇辦法跑贏大市指數。咁你可能就會問啦，究竟有錢人嘅財富唔係投資，咁喺邊度得嚟呢？研究就指出，有錢人嘅最大資產來源咧就係佢哋嘅私人公司，第二先係投資於呢個金融資產，而最底層嘅50% 嘅普通人裏面咧，得1% 嘅人係有持有私人公司嘅股份，或者咧係金融資產嘅人嘅投資比率咧，亦都好少。而呢個比例咧會隨住佢哋嘅財富增加，投資喺私人公司同埋金融資產嘅比例咧都會增加。要成為最有錢嘅人咧，仍然係要靠利用佢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去幫助解決世界上邊其他人遇到嘅問題。簡單講句，即係做生意啦。我嘅 Ring Easier 嘅頻道咧都係一個 startup。作為 Ring Easier 呢個 startup 老闆，除咗做影片之外咧，我平時仲要兼顧做埋公司嘅大小嘅嘢 ，project manager 啦。會計、marketer、影片製作人，仲有清潔阿嬸，身兼咁多個角色，真係用我好多時間。多謝 Odoo 贊助今日嘅影片。Odoo 係一間總部位於比利時嘅商業業務管理平台，平台上面有佢哋自家開發超過70款嘅應用程式，可以一條龍咁樣整合成個公司嘅業務流程，幫到我哋呢啲咁嘅中小企。公司嘅日常運作嘅工序同埋資料都喺晒同一個平台，更加容易管理到資料，唔使擔心啲嘢散收，要用好多時間先執翻好。所以而家我將慳翻嘅時間集中精力去做更好質素嘅影片。雖然咧平台上面有好多唔同嘅 app， 但係用上嚟咧非常簡單，每個 business function 咧都有相對應嘅 apps 去管理，只要按翻你公司嘅需要去 install 就得啦。當然啦，10次創業9次失敗，第10間成功嘅 startup 公司可能之前已經失敗咗9次啦。要成為最 top 嘅1%，要靠生意，但係咧非常唔容易。不過股神巴菲特喺佢擁有巴郡，佢呢盤生意再買入可口可樂股票之前，其實早就已經財務自由啦。呢個就係財富金字塔，最頂層係有錢嘅富豪，然後係財務自由嘅人，最底層咧就係普通嘅人，需要有一份工，未有自由。好多新手嘅投資者都試圖喺啲股神啊、大鱷，好似巴菲特嗰度咧去學下，想變到好似佢哋咁樣成為大富豪。當然啦，吸收佢哋嘅投資原則肯定係有價值嘅，但係我認為更加重要嘅係了解佢當初係點樣起步。如果你今年係12歲，想踢足球，咁就梗係要睇下美斯當年12歲嘅時候喺度做緊咩，而唔係睇下佢依家成名咗之後佢生活點啦，係咪？巴菲特喺佢哋大學畢業之後已經有9800蚊美金嘅存款，而去到25歲嘅時候，佢已經儲咗12萬嘅美金，計翻通脹即係等於依家嘅140
萬。佢認為每年只係需要喺佢個12萬嘅美金資本裏面咧，產生到12000蚊嘅收入就足夠佢同佢嘅老婆去生活啦。佢仲同佢老婆講，呢個複息效應會保證我哋會變得有錢。20幾歲嘅巴菲特年紀輕輕咧就達成呢個財務自由，佢嘅錢點得嚟呢？巴菲特一開始係未有呢個本錢去投資去買可樂公司嘅股票，相反佢係努力工作去賺翻嚟嘅啲錢。佢喺學生時代咧已經送報紙，喺高中時候就已經開始做生意，包括咧租出一啲彈珠遊戲機賺下 passive income， 同埋佢會喺高爾夫球場執翻啲二手波，洗乾淨再賣翻俾嗰啲打高爾夫球嘅人，同埋佢仲開埋呢個洗車公司。大學畢業之後，佢就喺 Graham Newman 嗰度咧擔任呢個證券分析師。25歲嘅佢絕對唔係富豪，但係佢個故事好清楚咁樣話俾我哋聽，一般人可以點樣獲得呢個財務自由。所以普通人嘅第一個目標應該係同巴菲特後生嗰時候一樣，先達成呢個財務自由，即係咧要增加自己嘅資本，揾第一桶金啦。喺度我想大家幫我哋一個忙，就係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依家我哋大約得40% 嘅觀眾係訂閱咗，我希望呢個數字可以升到去50%。你嘅一個訂閱絕對係可以幫到 Rain is Here 咧走得更遠，幫到更多人。唔該晒。今日我會同你哋睇下3個步驟點樣幫你達成呢個財務自由。第一個係 Start with Why。好多人唔知道幾多錢先夠佢買翻自由，隨口咧可能講下1000萬啦，5000萬都可以嘅，係咪？我記得我20幾歲嘅時候咧，我嘅買翻自由嘅價錢牌咧就唔係好貴嘅，因為當時我好單純咁諗，我最想嘅自由咧就係可以揀幾時翻工都得，同邊啲人做嘢都得，但係就唔係唔做嘢喎。所以我嗰陣時嘅自由嘅價錢牌咧係大約1萬蚊港紙嘅啫。咁隨住呢個年紀增長，好多人咧嘅負擔都會增加，所以有啲人過咗30歲之後，價錢牌咧可能會大幅上升。所以我哋需要先知道點解我想要呢種財務自由呢？如果冇一個明確嘅目標，係好難計劃到咧我哋下一步係要點樣做。而每一個人嘅自由動機都唔一樣，有啲咧就想住大屋，可能有啲咧就話唔係嘅，我要好豪華咁樣周遊列國嘅。但係你想要健康，或者係想要自己好多嘅自由時間呢？20歲嘅你同埋40歲嘅你諗嘅嘢都可能會唔一樣。如果你就係想過一啲簡樸嘅生活，可能淨係需要100萬，移居東南亞咪得咯，你就有自由噶啦。但係如果你想要一啲好奢華嘅生活，咁你可能要5000萬先至夠自由。所以呢個財務自由唔係一個死板嘅數字，係冇一個特定嘅價錢牌。當然如果你完全係好滿意你現有嘅生活同埋你而家做緊嗰份工，你可以唔需要選擇財務自由嘅。不過喺你嘅人生嘅任何階段裏面，可能你會面對呢個健康問題或者經濟轉壞、失業等等嘅問題，你會突然之間又想要翻財務自由。所以你想要嘅嘢可能會隨住你嘅年紀轉變。好啦，去到第2步就係 How。如果你係35歲，就算你年薪75萬，扣埋開支，每年可以儲低20萬，都要儲足50年先至有1000萬。所以一般人單靠每月儲蓄咧，基本上係冇可能達成呢個提早財務自由嘅目標。既然一份工冇辦法令到你財務自由，咁你可以做嘅就係4樣嘢。第一就係增加收入，第二減少支出，第三將你個財務自由嘅價錢牌大幅調低，甚至係要放棄財務自由啦。如果你唔係諗住放棄財務自由嘅話，你揀得1、2、3，其實都好多嘢要我哋去繼續做。即係我哋嘅下一步，我自己當然都經歷過啦。無論係起身嘅時候啦，做嘢嘅時候，休息嘅時候，坐車嘅時候，廁所嘅時候，漫無目的咁樣碌個電話，總之不停咁樣 refresh，咪又係嗰幾版。但係手指咧好似上咗癮咁，明知係浪費時間，仍然日日如是。但係倒轉頭又好多人話冇時間睇書。問下自己，除咗你嘅正職之外，放咗工放假嘅時候係做咩呢？係咪大部分嘅人都話去下旅行，約下朋友行街食飯，睇下電話？30分鐘嘅空閒時間裏面，有幾多個人真係會去睇財務自由、理財、創業、投資嘅書或者課程呢？再睇下你嘅支出，係咪你未做有錢人已經喺度買緊有錢人先會買嘅嘢呢？1000萬、5000萬呢啲目標本身係唔會改變到你嘅生活，可以改變到你生活嘅係你每日做緊乜嘢。簡單講句，即係你每日好辛苦咁做嘢，花得最多嘅時間去幫你達成嘅目標就係繼續做你唔想做嘅工。你雖然想自由，但係就算你有自由時間咧，做嘅都唔係達成財務自由嘅嘢，因為你冇用你嘅時間去增加收入或者
減少支出。而家諗下每日做乜嘢嘢可以令你離呢個目標咧更近，相反你都可以寫低每日你浪費咗幾多時間做緊一啲咧離你目標更遠嘅嘢咧。之前我做咗好多嘅影片介紹唔同嘅被動收入嘅方法，咁有興趣咧可以睇一睇。咁 exactly 我哋可以再做啲乜嘢咧？理財嘅 No.1 守則裏面啊，就係呢個50-30-20法則啦。50% 嘅收入咧用於你個必需品，20% 咧用於你想要嘅嘢，包括學習或者係休閒娛樂，剩低嘅30% 咧用於呢個儲蓄、投資或者去還你嘅債務。咁點樣揾多啲錢呢？你可能就會話係咪投資啊？買股票定買樓啊？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加我嘅收入？作為打工仔時間又少啦，又要研究股票同地產，定係淨係睇個 YouTube 喺網上拎個股票 number 就一注獨贏呢？喺你有限嘅時間裏面，我會建議你坐低諗諗，認真咁樣寫低5個你有可能增加收入嘅方法。寫低嘅好處係基本上你可以即刻知道自己有啲乜嘢係不足之處，再俾自己一啲可能做到嘅 daily task 去彌補呢一方面嘅不足。譬如第一個嘅額外收入係我要做副業，如果你係好叻設計圖片，你可以將你嘅設計咗嘅嘢一啲 template 放上平台賣，去賺取額外嘅收入。咁所以咧，你嘅 daily task 就係要做下唔同嘅平台嘅比較 research 啦，同埋咧每日要畫圖設計30分鐘啦。另一個方法係我要創業，咁你嘅 daily task 咧就係上一啲創業嘅課程，睇一啲行銷行商嘅書，join一啲行業嘅活動，結識下行業裡面嘅人物等等。如果你係想靠升職加人工去增加收入嘅話，咁你嘅 daily task 就係應該比其他人更加努力爭取表演、進修、加強自己做嘢嘅能力同埋競爭力。如果你係想要投資股票賺取被動收入嘅話，咁你嘅 daily task 就係要學習投資，去學習市場，明白乜嘢叫資產配置等等，或者係讀一啲投資嘅書。我下面嘅資訊欄裏面已經有 Ring 嘅書單㗎啦，或者可以將我哋嘅豬豬變成專業投資者課程，每日咧學習30分鐘。係啊，所謂嘅賺更多錢本身就係一個技能，即係話咧你要學習練習，同埋仲要需要時間，唔會無本生利。你可能轉個頭又話啦，Ring 又講埋一啲阿媽係女人嘅嘢。係啊，聽落係好簡單嘅原理，但係事實就係世界上面仍然好多人都未能夠達成呢個財務自由。根據 S&P 嘅研究，全球有2/3嘅人呢，其實都係所謂嘅 financial illiteracy， 即係財務文盲，容易入不敷支、爭卡數等等。另外一個我覺得需要做呢，就係建立正面嘅朋友影響圈。呢個係有錢人朋友對普通人財務嘅影響嘅研究。如果你識多10% 呢啲有錢人嘅朋友，你自己去參與呢個股票市場投資嘅可能性會增加，而你個儲蓄嘅參與度亦都會增加。全世界大約有1.5% 嘅人呢係千萬富翁，佢哋擁有全球接近一半嘅財富。唔公平啊！你可能會話佢哋好無良、吸血鬼，霸咗全球咁多嘅財富，而事實就係呢啲富翁裡面有80%嘅其實都係白手起家。我呢度咧就唔係叫你我要揾一個有錢人朋友圈，就唔再揾以前嘅朋友啦。呢度嘅重點係先唔好討厭有錢人，嘗試識多啲佢哋，學習佢哋對工作同埋金錢嘅思維，而揾一個有錢嘅人做 mentor 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開始。想要財務自由定係需要財務自由呢？本身就係兩樣嘢，所以咧我成日都多謝自己啊，出身寒微，正所謂呢個千金難買少年窮，係咪啊？所以咧呢個身處逆境咧，其實對我自己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你係唔需要一個富爸爸咧先會成功嘅。Think and Grow Rich 呢一本咧係我好中意嘅書之一。佢又指出啦，成功之道咧係始於強烈想成功嘅慾望，即係話好多成功嘅人其實都係靠心裏面一團好大嘅火。太過舒適平庸嘅生活只係會令你成為平庸嘅人，所以我絕對唔認為財務自由咧係一條容易嘅路。希望我頭先俾你哋嘅 Why、How 同埋 What 咧係可以幫到你哋。我自己依家咧都好努力咁樣經營緊 Ring Easier 啦，成日都做到好嘢。咁喺建立自己嘅生意嘅時候咧，少不免要一腳踢，所有嘢都好似關你事咁。所以一個好嘅業務管理系統，好似 Odoo 咁，可以提高你嘅工作效率，仲可以減輕同事做 paperwork 嘅負擔。如果你有興趣，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免費15日使用，或者咧直接約翻 Odoo 嘅 expert 傾傾啦。